Hello， 大家好，来到我们第2集的视频分享。上一集我们分享了关于去角、关于牙剪以及关于我们柳叶剪的使用方式。这一集呢，我将去讲解到关于我们鞘剪的使用手法以及所得到的一些效果。那么关于结构方面，这个头发我会用到一些圆形的结构，长度会剪到大概在嘴巴到下巴左右，也是一个偏短的头发。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演示。我们先从前面开始修剪，这里我分一个三角的分区在基准点一直分到我们的瞳孔以内，第一个发片。长度会选择定在哪里呢？也刚刚好遮住眼睛的地方，因为等一下定在这个长度还要吹干，还要精修，还要打薄，还要做留相，刚刚好做完最后效果是在眼睛以上。所以说结构的长度设定要到眼睛多一点点，我先放长一点点，看一下长度，避免一刀下去剪短了。这里看一下，好，再短一点点就可以了。那么这个长度呢是刚刚好，差不多啊，这个长度。来，第二片，我继续三角区域扩大，分到我们的退化点侧部点以上在最凹的地方，三角区域扩大。这里呢，我顺着向前去梳向前去梳，角度提拉比水平地面低一点点不要太高，向前去梳切口剪平就可以了，切口剪平，检查一下。因为头型是弧面的，我切口剪平之后呢，它落下来之后会有一点点的弧度因为刘海剪的并没有很长所以你需要把刘海呢适当的去打开一点点，不要太窄。这一边我们同样分到我们的退化点最凹的地方，先把两边的长短对称度先做好，向前去带，角度提拉比水平略低一点点，切口剪平，也是一样，带有一点点的一个弧度。好，到这片剪完之后，我们再继续三角区域扩大，向上去延伸。这里呢分到我们的一个侧部点这个结构修剪的手法呢，也是我们Monico裁剪系统的剪到前面圆形类头发用的最多的方式，就是剪边缘层次注意剪到这一片时候呢，用密齿梳换宽齿梳，不要带张力不要带任何的张力。你看，顺着这个流向，顺着向下去梳向前去带，来，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去延长了我们后面的长度逐渐去延长我们后面的长度向前去带。这样的剪完之后呢，它会得到一个非常自然非常漂亮的一个弧度，也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刘海。好，我们再继续向后去分，逐渐的向后去做修剪。所以说再去修剪到圆形类结构呢，这个手法是必须要去熟练的掌握。都是用宽齿梳，你看我头发的梳理永远是非常自然，不要带任何的张力的。你看向前去带发片的位置也是向脸颊的内侧去带，这样逐渐的会慢慢的去放长底下长度非常自然至于说后面的长度，我们可以长也可以短来，我们要先去延长侧区侧中线这边的长度至于说后面的发型长度，各位可以自由去设定，长也行，短也行，只需要把侧区长度减掉就可以了。我们要保留的是什么？保留的是前面的这个弧度。来，这边一样，你看顺着向前面去带，把这个长度多余的我们去减掉。那么剪到什么地方停下来呢？
一直把整个前区这里都剪完，停下来。大概是这里的最后一片了，刚刚好是在侧中线这里把整个前区都剪完。后面的地方我们拉不到，就不要去拉了。来，这里继续。其实后面头发呢，我们可以到前面来直接去把它给剪掉就可以了。因为最终我的长度是比较短的长度，后面长度是不要的。但是我们用这个手法去剪呢，可以去剪的比较长。你往前带的越多，后面就会越长啊。所以最终我们的长度是在刚刚说的是在嘴巴到下巴左右剪到这里。其实这个手法呢，在我的短发入门课程这个手法也有去用到过啊，也是我们通常去剪一些半圆类短发用的很多的。来，另外一侧。好，这一边我们继续把这个三角区域再扩大，分到我们的侧部点。把后区我们先夹起来，不要用密齿梳啊，用我们的宽齿梳。要顺着头发的毛流自然的去做梳理，以及呢，我们的手去夹头发的同时，不要去带过多的张力，去连接到。先剪上半部分。往前去带，来继续。这边呢，为了左右两边可以剪得更好的对称，我们可以找到左右两侧的边角的长度，来找到边角长度，我们都拉到前面来，这里可以做一个长度的参考。拉起来，拉前面来，这样可以确保两边长短是一样的。长度定好了之后，来，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进行一个2点一线的连接。我们梳全部的头发，自然去做梳理啊，顺着向下去梳，手不要带任何的张力，向前找到这个长度引导线，以及呢上面长度引导线。发片都是向脸颊去带去连接这边同样也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圆形的向后的弧度。来，我们继续。这里是分到耳上的区域了。头发的梳理方向呢，都是往下去做梳理啊。切记不要往前去梳，往前梳的话呢，层次它回落之后就会弹得过高。都顺着向下顺着向下，再往前去带。找到前面一条长度引导线，先剪上边啊，先剪上半部分，再剪下半部分。跟它去做连接，这样就可以了。最后一片是剪到我们的侧中线，停下来。这里是最后一片。这一片呢，我们就可以不用去夹了，随意的去找到下面长度，我们去把它给连接上，这样呢就可以了。也是一个内弧形的一个弧度后面长度最后我们再去单独的去剪掉它我们只需要得到前面的内轮廓是一个弧线就没问题了。整个前区呢，我们左右两侧都剪好了，剪好了之后，我们把前区先夹起来先不剪它，先剪后区按照我们圆形饽饽的结构的修剪方式，把前区夹起来。这里我们来到后区，后区我们中心线分开，中心线分开。这里再去分这个中心线的时候，一定要确定左右两边的宽窄度是一致的才可以。那么分好了之后再去分大概2指位左右的厚度，分一个前高后低的一个分区。
先修剪第一个区啊，注意看我们分区的厚度大概2指位、3指位左右，要分微微的前高后低啊，不要分太平，以及不要分的前面啊是长的啊，不要分斜向前的，因为最终结构我们要去剪偏圆形的轮廓。再去定这个底线也是一样，要定偏圆形的轮廓底线，所以要跟随我的这个分区来注意看，找到这个分区啊一半的地方，中间这里啊跟我的分区线这里保持平行，那么底线形状也是一样，长度定的呢，透过这个头发发际线以下，最长在3公分左右啊，不要定太长，底线前高后低的。来，另外一边也是一样，头位转过来。好，这边还是一样，找到这个发片中间的地方，我们净梳啊，前高后低跟我的分区保持一样。把后面这个角呢去收一点点，那这样去看，我们这一边它也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外线，前高后低啊，长度都是一样，发际线以下3公分左右。来，从后面去看，也是一个偏圆形的啊，不要定的方形了。来，我们第一款底线是方形，这一款不要定方形。好，这个底线定完之后，我们继续向上去划分，不用去拉层次。这个分区呢，我们向上再继续分2个指位左右，微微的啊，一点点的斜向前的分区。这里呢，我们需要去找到底下的长度啊，以它为引导，我们要开始建立后面的堆积点。注意，后面的堆积宁重勿高啊。如果说层次一旦剪高了，我们进行第3个环节去走圆形的时候，容易呢向上去走，我们要剪成一个前高后低的一个流向。所以说后面这个层次只能剪低一点，不能剪高一点啊。所以它的层次高度呢，不要超过45度。我们找到下面这个长度为引导啊，修剪角度也是一样，要低于45度去修剪。来，继续，再去剪的时候，我们发片的靠位要保持原位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下面的底线设定是前短后长的，是圆形的，所以我们再去剪上面这个形状的时候，不要去向后面去带。保持每一个发片是一个原位的，这样去修剪。哎，都是原位的。后面底线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先去连接，再把转角这个地方层次啊进行一个连接，这样就可以得到比较精致的啊，很精致的外线。检查一下，好，这边呢就完成了。再继续往上，同样也是分大概2、3指位的厚度。所以说我们后面这个区域啊，底线为1层，上面的层次建立只需要分3层啊就可以了。这个区域我们继续先把头发的方向先梳出来，还是一样取斜的分区啊。无论是去剪向前还是向后，剪到较低层次的时候呢，都是建议要去剪斜的分区，这样剪较低层次得到的层次柔和度啊，相比较来说比横向的要柔和一点。这里一样，注意我们的层次呢，尽量不要超过45度啊，剪低一点没有关系啊，不要剪高了。发片的靠位啊，我们不要去向后去带哦，拉到2片的之间，2片之间，由高到低，我们逐渐去什么降啊，逐渐去降。到了转角外侧，把头位呢稍微转一点点，为了方便去裁剪。这里一样，继续。那么发际线这个区域啊，避免我们剪缺，我们先落下来，那看到这个底线长度进行一个连接，这样会更安全啊，会更稳定。
来再去把我们的层次进行连接，拉起来看一下，一点点，可以横向的检查一下，看一下这个层次的连接面基本上没有问题。再去捡到打薄类型的结构呢，我们就尽量的在准确的前提下，尽量的快速一点点。来，再继续，上面2、3片可以剪完，同样是从发根输出来展开，从发根输出来展开，上面用宽尺梳因为表面它的张力要减少它，顺着向下去梳，同样也是保持低角度，这样我们左边的这个堆积呢就完成了，底线一定要上扬最后我们再去把前面去连接，再走一个圆形形状，那么整体就会偏圆轮廓。好，我们接下来剪右边，这边看到我们这个第一个分区的高度向上分大概2指位的厚度，2到3指位的厚度，斜向前的去分，去把这边夹起来。再去剪右边的时候呢，我们把左边这里分开为了好去做左右两边层次落差是一样的，特别是容易喜欢剪的不对称的一些同学，一定要去注意这些细节。看到左边长度了，跟它以及看到底下长度做一个连接就没问题了。引导线分多一点点，说这样一个手法呢，在裁剪短发当中是最常用到的你看，无论是我们的上一级还是这一级，当要去建立后面堆积的时候呢，这个手法是用的比较多的。横向的去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在中间的地方没问题。来，再继续。所以在结构的剪裁上呢，我们不要去你用同种方式，可能在长度上在靠位上或者说在角度变化上不一样，可能最终的发型效果状态也会不一样。所以说你要去把一种层次去研究的很透彻将对你帮助会很大。来，先跟底线这样去连接，连接上之后再去向后去带，再做一个层次的连接，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再接着再向上去做修剪。那么有来过现场的同学应该也知道，我们这样的修剪方式呢也是非常频繁的。所以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我们都是采用最常用的最好用的方式带给各位而不是说在结构上去变换太多，那样会很乱。来，这里一样，找到我们刚才把左边这里分开了，找到左边长度的引导，以及找到下面长度的引导，在中心线这个地方进行2点一线的连接，再继续进行2点一线的连接，由高到低逐渐去降。那么剪完2片之后，你也可以我横向的在中心线这个地方拉到相同的角度去检查一下都是没问题的。所以你要边剪边去检查你的结构的准确性，由高到低逐渐去降，由高到低逐渐去降。那么到了发际线这一片呢，同样有一个小技巧，就像刚才左侧一样的，是不是可以先去定底线定完底线之后再去拉层次。喜欢把耳后这个地方容易剪缺的剪干净，有点向上扬向上走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底线定好之后，再去把转角外侧头发我们向后去带，把层次给过渡一下，横向的去检查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也是可以得到非常漂亮的一个底线轮廓，以及呢得到我们的一个重量区域。好，最头顶的表面，剪头顶区域头就不能太低了啊，不要太低。来，用宽尺梳，从发根我们梳下来，梳子摆到斜的啊，不要摆平的，摆斜的。来，这里继续摆斜的，边剪边去转动我们的头位，由高到低，那看没有，逐渐去降，不要去剪到底线长度了哦。那我们这一侧呢，同样也就很好的、很轻松的去完成了啊。所以说打薄呢，是要先建立在扎实的结构形体之上。如果说你的结构剪得不够扎实的话，那么打薄出来的形体也是不够好的啊。所以说结构也是一样，要剪得准确一点。好，来到我们的侧区部分了啊，我们将侧区头发放下来，长度跟它我们去向上去延伸啊，平行地面是一个方形的外线啊。前高后低是一个圆形外线，今天的结构我们要偏圆形，所以说跟它连接呢要剪成一个前高后低圆形的轮廓。喷点水，保持头发的湿润度。那么这个时候呢，看到现在，有些同学可能会有疑问，如果说我把后面的长度我剪长一点，可不可以？也是没问题的啊。你剪长一点的话，前面就会少剪一点点，对不对？它形成一个中短的长度，这个发型也是成立的啊。相同的技术，长度不一样，发型效果也是不一样，好吗？啊，前面的刘海边缘层次效果它是一样的。来，这里我们呢可以先把多余长度剪掉啊，你看这些碎的头发，先把它剪掉，不要它。那么剪圆形要怎么分区啊？剪圆形要斜向后的分区，所以说呢，要先把头发向后去做梳理，要斜向后的分区，一直从前分到后面。来，这边刚才说了，要剪一个前高后低的一个外线，要找到后面这个长度向上去延伸。那么到前面呢，你可以找到为参考了，找鼻子、找嘴巴、找下巴，越往上找的话呢，它会越斜。那我们第一层分一个斜向后的啊，大概2指位的厚度。我说了，要剪一个偏圆形的轮廓，圆形要符合前高后低的标准啊。这里你可以找到前面的参考点，找到鼻子，找到嘴巴，找到下巴，越往上这个底线就会越斜，啊。但是我不要太斜，只不要别水平，略微斜一点点，大概从后区一直延伸到嘴角左右的一个长度，所以说以嘴角为参考。来，这里我们将头发呢都自然垂落，都自然垂落，找到前面嘴角的五官为参考，逐渐向后，到耳上地方要轻轻的啊，到耳上这个地方要轻轻的去拉，看到后面这个长度了，跟它去连接上啊，形成一个前高后低的一个底线效果啊，前高后低的点效果就好了。注意不要太斜，太斜的话这个角就不见了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分开给各位看一下，如果说太斜的话，这个角就不见了啊，要保留这个角的长度。把第一层剪完之后，不要去拉层次，我们再继续往上再去分一层。来，这里继续再往上再去分一层。那么第二层呢，我们就不能再去自然垂落，像第一层一样这样剪了，我们要去提拉角度，开始慢慢的去建立层次。那么这里侧面会分到4层，第一层这样去看，它是一个0角度，第二层呢要在45度，第三层呢比45度略高，表面一层呢拉到水平，它是一个逐渐提升的层次面。来，这里第二层我需要去找到下面这个长度啊，我们斜向后的去分，
找到下面这个长度，以它为引导，来头转过一点点，看一下，找到底下鬓角的长度，以它为引导，拉到大概在45度左右的角度，来去修剪这个堆积层次。注意不要去拉到前面这个短的为引导了，是以侧面鬓角长的为引导去完成第一片。来，再继续斜向后的分出我们的第二片。我们找到第一片长度为引导，注意将发片的靠位呢靠向上面一片，所以说它是一个2靠1 3靠2，逐渐向上一片去靠的带位的方式，一直修剪到我们的侧中线过耳后，一直到后区的转角。那么这里会发现，你会去把后区这个转角这个角呢去把它剪掉，在内部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啊，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轮廓。把刚才我们剪后区的三角呢去抹掉它啊，向下去抹，这样它内部呢就会形成一个角。注意再去剪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去破坏我们的底线的长度啊，这样去看底线长度它依然是在的啊，把里边层次形状给抹圆就可以了，底线长度不要剪到。来，一直修剪到我们的转角内侧，我们去检查一下。那发现长的这些角的地方呢，我们都把它去抹掉。来，这里继续保留后面的重心啊，说内部结构是圆的，后面重心是剪不到的。那这样呢就可以了。从这个侧面去看，底线轮廓是圆的，内部结构也是圆的。好，我们再继续。再分到上面一层，把头呢稍微的抬正一点点。这一层呢是在我们的转角的区域分出来。在刚才说了，这一层的角度呢要大于45度啊，比45度略高。来，我们找到下面这个层次面，找到下面这个层次面，角度略高一点点啊。找到下面的引导线，略高一点点，逐渐的向后去划分，由高到低，逐渐去校。层次面呢也是走一点圆的，这样呢它会更加柔和，更加自然。斜的去划分咯，从前向后。从高到低，逐渐去降。来，继续。一直到我们剪不到为止啊。来，最表面的这一层，比刚才那一片的角度，我们再拉高一点点，会拉到水平的一个样子。找到下面长度，拉到水平，同样把这个角呢去抹圆掉。这里同样去抹圆掉，逐渐向后。刚好剪到后区呢，可以把后面刚才我们剪的低层次最重的表面的地方呢，这里一点点角去掉，这也算是一个去角动作。大发片的发线尖的地方剪掉抹掉就可以了。这样整体的内部的结构就会比较流畅，整体都会比较偏圆润。那这里我们去检查一下，你看不要产生较长的角、较重的角这样就没问题了。所以这个结构呢，剪完之后我们去看，层次面是柔和的，轮廓的一个形状形成两个内弧，一个是前面内弧，一个是侧面内弧在这里呢，鬓角区域会形成一个夹角，这里可以起到有更多的一些修饰空间。我们稍后呢去做一些修饰处理，让它可以去做修饰脸型OK， 那我们来到另外一侧了。
那么另外一侧同样，我们先把头发的方向先梳出来啊，为了好去开线，我们分大概2指位的厚度，斜向后的去分区啊，夹起来。这边呢，我们找到这里底线啊，以底线长度向上一直延伸到嘴巴长度，这样去裁剪。在这边，来注意看啊，头发全部都自然的向下，头位呢稍微倒一点点，这样好去修剪。找到后面这个长度，如果说是头发比较弹的，我们可以先把耳上这一块啊，先跟后区这里做一个连接，做一个连接，连接好之后，来注意头发的反弹力啊，这样去看它是连起来的，再按照这个长度，再把前面鬓角这里最长的部分，来注意看，向前延伸啊，延伸到嘴巴，跟刚才右侧头发一样，延伸到嘴巴的长度，来同样可以完成很好的这边的修剪，形成一个前高后低的一个外线。那么同样再去剪完第一层的时候呢，我还是要建议各位把左右两侧拉起来，看一下长短的对比啊，都是一样长的就可以了啊。检查一下，没有问题，再继续进行上一层的修剪。来这里，然后人呢是站到前面啊，剪这边头发呢，人是站到前面，向后去做梳理，再往上去分一层。这边呢，我们找到下区头发长度啊，以它为引导，斜向后的去划分啊，找到底下边角长度，大概在45度左右的角度，以它为引导。再去拉这个层次呢，不要去剪到前面短的啊，找前面短的话，层次会拉得过高啊，不需要过高。靠向上一片，靠向上一片，使得它发片的靠位呢，2靠1， 3靠2，一直修剪到我们的转角的后区。刚好把后面这个三角的这个角横向拉起来去看啊，抹圆掉，这样就可以了。这个面去看，它是收的。第3层分到我们的转角，也是小发片去分，提拉角度呢比45度略高。继续，都是微微的靠向上一片，刚好把这个角呢，我们去剪掉它。后面的重心、长度、重量保留住啊，形成后面是低点啊，前面是我们的高点。来，最表面一层，将头呢抬正。同样也是找到下面长度，拉到水平的位置，拉到水平的地方。通过这几个步骤的修剪，剪完之后，它的层次面是相当的柔和的，它不会产生很明显的叫什么重量的痕迹啊。把后面这个角也去抹圆一点点，从前向后逐渐去修剪，跟着头去走，它必然是圆的。那刚刚好到中间地方连接上。你可以把另外一侧我们都拉起来啊，检查一下，做一个处理。
那么剪完之后，从后头部去看呢，重心一定是在后面，两边头型是收的啊，不能显宽啊，要有圆的一个视觉，有圆的感觉。好，那么这一步剪完之后呢，我们将头转过来，因为我们的刘海呢都是往前去带，它落下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长长短短的。来，这里呢，我们拉到哪里？拉到两个角的交汇处，这里呢，把这片头发分开来，把顶上这个角的头发分开来。对，这里来到这个角的地方呢，那刚好是两个形状交汇处，那它落到前面会有一些长短地方，我们把这个角拉起来，拉起来之后，看到有一些尖锐的地方，你去把它给抹掉。这里一点点，让这个角落下来之后也会柔和自然点，你看，直到拉不到为止。这样这个面呢也会很柔和。那么这边一样，你看，把这个角度拉起来，最尖的地方去把它给抹圆掉。好，那么这样结构呢就已经完成了。那么结构完成之后，同样我们要使用到牙剪的调亮。那么如何在圆形类的结构去使用牙剪呢？来，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好，来到我们的牙剪的环节，那同样会选择这种无痕牙剪，18%左右的去发量。后头部呢3个分区，下区我们去要收紧，同样在短发当中呢，整骨以下都以收紧为主。收紧完之后呢，我们轮廓区域需要去做柔和，在中间这个量感区域要保留我们后头部的量感，进行两侧的一个收窄。那么表面区域同样保留住我们头发的质感。来，继续我们开始去剪到这个第一个区域，这里呢发片拉起来，我们打，同样从高到低，我们去打高层次打去除，高层次，由高到低，这里同样打去除层次，一直打到最后一片。这里同样呢，由高到低要保留住我们发际线的这一块头发的质感。那么这一边底线同样呢，我们要去做柔和，要牙剪的斜向的去进刀，以及把里面的根部呢，我们贴根去打一遍，贴根打一遍，特别是碰到这边发旋比较严重的一些区域。好，看一下，也可以呢拉起来，把我们这个切面呢，这里因为刚才是打的是根部高层次，这边我们把发梢这里切口也稍微过一下透过这个头发看到这个皮肤，这个透肤感是均匀的，要打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好，这边呢完成了，来到另外一边，在右侧我们同样去打高层次，这边可以从发梢逐渐的向内去打，从发梢我们逐渐的向内去打，打去除，去做收紧。如果头发特别多了呢，还可以再去来一遍，把发梢这个切面切口的地方我们做柔和一下。然后剪刀呢，我们再斜向的进刀，再斜向的进刀，把这个底线地方切过的我们去做柔和。一定要使用这种无痕牙剪，没有痕迹的。来，这里再贴着根部，把下面这里比较弹的地方以及看着比较厚的贴根去打，同样要看到这种均匀的透肤感好，这个我们第一个区呢就已经完成了。那么来到这个区，第二个区是要量感区，我们先放下来，这是量感区。注意量感区的打的时候要注意一定要去保留住我们转角以内的量感不要去把这个量感给破坏住了
不然会过空，会扁进去。来，这边我们去由前向后啊，由前向后去打。这边我们从高啊到低，这里去打高层次啊，打去除，由高到低。因为本身这个结构讲的就是圆形的啊，我们都是每一个区域都是均等的水平分区就可以了。那么跟上一款不一样，上款因为讲的是偏方的一个结构，所以说再去分大分区都是分一个斜向后的一个分区。本身就会比较偏圆的结构呢，就直接去分均等份就可以了。那么转角内侧呢，来注意看啊，我们剪刀由内到外去打一个堆积切口，这样可以保留住我们的内部的头发的重量，得到一个堆积柔和的一个效果。同样的，发梢切口的地方也很细腻的用刀头去做一下，很细腻的用刀头做一下，把切口给做柔和一点点。那用牙剪处理完之后呢，整个面都会相当的柔和啊，非常细腻。那么来到这一边，斜向后的这边转角外侧啊，我们要是由高到低去打，由高到低打高层次，再把发梢我们适当的再柔和一下。这一片我们从内部开始，用刀头打一个堆积切口，由内向外打一个堆积切口，然后再把发梢的地方剪切口，我们去做一点点柔和度，把发梢做点柔和度。好，这边同样也是非常细腻柔和。在头顶区域放下来，头顶是我们的质感区域啊，质感区域一定要切记保留头顶表面的质感，我们只需要去做发梢剪切口的柔和就可以了。你可以头发拉起来啊，拉到这个角度，把发梢用挑的方式啊，适当的去揉一下。啊，非常快速啊！挑的方式，适当的去揉一下，做发梢的柔和。来，看到比较实的地方挑起来，放射的分区，这样可以把发片呢分得很均匀。这样后头部的牙剪呢就完成了。越往内部去的越多，越往两侧去的越多，越往表面去的越少。在侧面的区域，我们呢将转角以下这个头发呢分出来。来，这里同样我们把这个底线的轮廓啊，圆形的外线，先把底线这里很细腻的用刀头，特别是边角这些比较厚的地方，把底线柔和度给做一下。来，这里一样，先把发梢切口做一下。那么做完之后，因为呢这个头发的后区那个侧区还是比较偏厚的啊，我们把这个边缘线这里分开啊，这里是一个雷区，不要碰到它。我们把里面的头发打一个什么，由高往低打一个高层次啊，这里由高到低打高层次，这样呢可以把里面内部的发量我们去收一下，让它不要显得太厚，不要去碰到发际线了，只允许是在哪里呢？在内部，都要避开这一圈的发际线。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同样
这个前区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刘海的区域啊，因为这个是带有刘海的啊，这个带有刘海的这一块呢是属于顶区了啊，这块属于顶区了，我们把顶区来夹住，在刘海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先将左右两侧分开啊，那这一块，像头发比较多的话，比较厚的话，我们可以把刘海这个地方拉起来啊，拉起来，这就是比较多的。你剪刀呢，可以从发梢打到内部呢，刀头发梢打到内部啊，这个也是内层啊，也是内层，我们称为什么？打去除啊，打去除啊，这里也是一样，2片3片，这里从发梢打到内部啊，打去除，拿走一定的发量。OK， 打完之后呢，我们再横向的啊，看到这个切口面，再把发梢再打一下，这样呢，内部量也去了，然后轮廓的柔和度也有了啊。特别厚的地方，我们再来一刀，把发梢打一下。好，这个鬓角区呢，也可以检查一下，向前去带，感觉比较厚的呢，把发梢再打一下，这样这个面呢就会比较柔和了。来看一下，把碎头发梳开啊，柔和度它就很清晰了。来看，那么顶区的地方跟我们这个后区是一样的啊，这些都是叫质感区域啊，叫质感区域。我们只允许呢将头发拉起来做发梢的柔和，拉起来，这些看到切口比较实的地方呢，我们把发梢做一点柔和。所以说打薄呢，我们要想到啊，一定要去把短的头发藏在里面，这样才可以保留住头发的质感。如果是把短头发呢暴露在表面，头发的质感就会丢失掉了。所以说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说打完之后的头发呢，又自然啊，形体还在，质感还在。好，另外一边啊，来到我们的另外一边，先去打我们的侧区。将转角下区分开。好，侧区呢，我们先去把发际线底线地方呢柔和度，来用刀头把发梢给做一下，发际线这里呢，用刀头这里给做一下。那么做完之后，再去把我们的边线这里分开啊，这个雷区不要碰到它，把内部拉起来，要避免我们发际线底下啊。剪刀由高到低，我们去打去除的切面。继续，剪刀由高到低，要打去除的切面，这样可以得到比较自然、比较柔和的啊。边角特别厚的，再去检查一下，这里比较厚的，把发梢再去过渡一下，这样呢就可以了，非常柔和，非常自然。这里呢，我们把刘海把刘海内层分开，头顶头发呢向后去梳，把刘海的内层头发分开，拉起来去看，要形成一个保留底下的长度，切口打一个高层次，所以说跟左侧跟右侧这边是一样的一个手法。来拉起来，剪刀从发梢向内向内去打去除。由发梢向内去打去除，还有这个转角也是一样，有时候呢，这个转角面也是非常厚的，可以多去打一打。然后再落下来去看，把我们轮廓这个区域啊，用牙剪把轮廓这个区域继续用刀头去打。这样呢就非常柔和了，从脸基线再到侧面的头发就非常柔和了。好，头顶表面这个区域我们拉起来，看到这个切口比较实的地方，用刀头做柔和。
这样就可以了。用牙剪打完之后，头发呢，它在量感上得到一个很好的平衡，该厚的地方要保留不该厚的地方呢要去去量，要去拿走，为了我们之后的干发修饰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好，我们接下来之后呢，开始进行吹风吹风同样是呢自然去吹顺，然后呢在去修饰之前呢，不要去做过多的造型自然去吹顺带光泽就可以了。好，来到我们的修饰环节，我们用鞘剪去做我们内部的通透感以及一些线条。同样是先从后面去开始去修。那我们的分区呢，所有的修饰的分区都是斜的向后尽量不要斜的向前。这个在我们的上一款发型已经说过了，斜的向后我们去做分区用鞘剪呢有几个手法，我可以去演示一下。第一种呢，再去剪到一些比较短的，我没有空间去做一些划的时候呢，也比较短的，我们采用点的方式，去点下面，剪刀跟这个发条呢产生平行，去点下面产生里面短外面长，这个是手法之一。那么还有呢，在一些碰到比较一些长的有空间可以去做飞剪的时候，同样我们去取发条，这里呢去向外去飞取发条向外去飞同样的是去做线条感。当然取发条我们可以取条状这样去打也可以取片状，如果够长的话也可以取片状，我们这样去打。由内向外这样去打来之后呢，这切口是里面短外面长，它是一个堆积的。那我如果说是由外向内这样去飞的话，边打边抬，这样它容易打成一个偏去除的偏均等的一个切口所以通过这几个手法我们去演示。那么在头顶区域呢，还用的是什么？用压剪去做这边一个头发呢，一个发片在这里，我们同样取一个发片这样去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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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头顶去制造蓬实度。所以这几个手法呢，都会在这个头发上从下往上一一的被演示出来。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的一个修剪了。先将后区这里分开，来到我们的侧面的修饰区域，还是要我们先把下区先分出来，先把轮廓区域先分出来。那么这个区域呢，也可以同样采用下滑的方式这边不要去同样下刀，不要去超过1/2处采用下滑的方式这样去做就可以了。也可以用手呢把头发一条一条的粘起来抓起来这样去划也可以。去划侧面，其实鬓角是比较厚的可以在鬓角的地方中间这里多去来几刀这里是比较厚的，一定要把这些均匀度非常细腻的去做出来。然后呢，还就是一些我们耳后的地方，有时候喜欢一些夹耳后呢，夹过之后会特别的闷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去将头发拎起来了，从表面这里去划了所以要产生上短下长，这里呢是一个细节，从表面这里去划去除，目的是为了有时候夹耳后这里不会特别的闷还有这里一样，上短下长我们去做一个去除，这样夹完之后这个地方还是一样是有点柔和的，它不会有点闷。来，这样去看呢，我们柔和度就已经做差不多了侧面这里一样中间这里一定不要去破坏了我们底线的一个原有的轮廓只允许做内部的调亮。来，我们再继续向上再去分一层。那么中间这个区域我们去打的时候，将头发呢我们挑起来去打里面，打内部，我们做内部的一个空间感，保留住我们发梢的一个质感这里去挑起来，去做这个下面做这个下面打发中注意去看，去打发中不要去打发梢这样去看，它里面的空间感呢就会比较强烈了。这里耳后这个地方拉起来去检查一下这里一定是不要过于的厚不要过于的厚前面这里也是一样，检查一下打发梢打发梢，这里去得到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效果。好，我们再继续往上去分
啊，来到这个转角的这个区域。来，这里呢还是一样，我们要打得非常细腻啊，不要超过2/3处，只需要打发梢1/3处就可以了。要把这里打成一束一束的一个效果，那这里打造成一束一束的效果啊，一根一根的，一条一条的。那这里呢，我们去做飞剪，还是取一条从内到外，到发梢可以去转一下，把发梢打造成那种毛尖状的一个效果，它的一个条状感会更明显，由内到外。来，这里是一样的。那打完之后手去拨动，同样可以得到非常细腻、有线条感啊，比较明显的一个效果。以及脸际线这个地方，我们要去检查一下，因为这个会涉及到一个副刘海的区域了啊。打侧面啊，打发梢，发现特别有一些粗的一些线条呢，我们拎起来，稍微去打一下，画一下。好，这是头顶区域，把表面这里分开啊，因为在转角这个面它是很闷实的啊，这个面刘海先不打，这里呢要打得一深一浅，这样内部才不会特别的闷，一深一浅，一刀深一刀浅，一刀深一刀浅，所以同样用手腕来去活动，一刀深一刀浅。那从发梢这里，从发中这里打，取的发条一定要很均匀哦。边打边去检查，那手去拨动，同样可以产生很强烈的一个线条感。表面这里落下来之后，来，我们将头发先将头位抬正，抬正之后，因为角度要拉高了啊，会放低一点点，角度拉高，跟刚才的后区一样，我们要去拉起来去做。从我们的侧中线这里开始，那你能看到这里比较厚实的地方，我稍微转过来一点点，这样手法可以干得更清楚。角度拉高，角度逐渐边打边抬，边打边抬。你压得越深，它会去的越多啊；你压得越浅，它会去的越少。哎，这一片重新打一下。第一刀深，越到表面呢就越浅，一定要保留住那么最表面头发的一个长度啊，不要打得过多。在刚开始入刀可以入深一点点，越往上呢入浅一点点，打造表面的蓬松感啊，柔和的质感，从深慢慢的到浅。哎，这里也是一样，都是由深逐渐到浅，以及这个面的转角的地方也是一样。那么刘海的地方呢，我们最后再去做修饰。那么头顶刚才压完之后，看手去拨动，它是非常松散、非常自然的，以及呢轮廓的一些细腻度也是非常柔和的。好，我们来到另外一边。那么我们去看，在没有去做修饰之前呢，它还是比较厚实的，虽然说已经做了牙剪，还是比较厚实的。所以说，最后的干发修饰环节也是相当重要。我们先把这个底线轮廓区先分开，把它给夹起来。那这里同样要注意看啊，这边夹耳后这边不要太厚了，所以这个地方还需要去调整一下啊，避免这里夹耳后会过厚。这边把这个中间地方呢，我们向下，以及慢慢的向前啊，慢慢向前去打中间的地方，啊，剪刀不要太斜，太斜的话就会破坏掉我们整体的轮廓形状，只能去打左右的一个面，左右的空间，这样去打。耳后的地方一定不能厚啊，这样夹耳后呢，它不要太闷就可以了。用肉眼去观察你需要调整的地方。到了前面这里呢，我们可以还是用下滑的方式，那这里下刀靠近发梢一点点，下刀靠近发梢，以及呢上面这里我们撩起来，把发中这里打一下，
撩起来，把发中这里打一下，不要去打表面啊，要打内层，要打内层。然后去拨动呢，我们去观察头发的一个厚实度啊，感觉比较厚的地方呢，我们再去调整一下，特别是这些边角特别厚的地方啊，一些发梢，一定要把质感通透度呢去做得更加的均匀啊，不要产生一些厚薄度不均匀的一些效果，这样就差不多了。耳后的地方同样。好。下区我们这样剪完了，剪完之后呢，来到我们的上区，再往上去分一层。来，从这里呢，我们从侧中线这里开始啊。第一层呢，我们去打发中，少去破坏我们发梢的质感啊。打到1/3处就可以停下来了，少去破坏切口的质感，打到1/3处就停下来，去检查一下。基本上没问题，感觉厚的地方呢，我们再去调整一下，一定要非常的细腻，一直从后一直向前打发中，打完之后呢，手去拨动，看到这种一条一条的感觉。来，这里一样，一直这样打出来，慢慢的啊，一直这样打出来。这里一样的。再继续，再向上分一层。到了这层呢，我们要深浅交替的去打啊，取的发条不要太厚，要深浅交替。如果你发现你的切口呢比较实的时候，再去打到下面的时候呢，稍微的去把头发呢去转一点点，挑起来去转一点点，这样的话它就会在发梢呢有一点点的一个毛尖状。取的发片不要太过于的厚。这样它的线条感就比较明显了。在表面这区域，将头抬正，开始去做向下的压剪。头顶区域呢，我们同样是采用压剪的手法，这里一片拉起来，在头顶这里制造蓬松度一片一片。再去做压剪的时候，发片切记不要去分得太厚了太厚压出来之后的头发呢，它不够细腻，它会产生一块一块的感觉，所以千万不要分太厚，分得薄一点点。打一片丢一片打一片丢一片。越到表面压得越浅，越到里面呢可以压得越实。你看这边可以实一点，从实到浅，这样头发的松散度它就有了。一直由后往前去压，检查一下。当然呢，也可以去挑起来，看到发梢比较厚的地方呢，我们去用刀尖再去挑，拉起来。检查的时候看到发梢比较厚的，用刀尖这里去挑一下就可以了。所以你要打得很碎也可以，要打得很实也可以，要根据需求我们去打，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打薄来去打薄。这个在上一集也说了，要打得厚实也很均匀，打得薄透也很均匀这个是要我们去练习的。在刘海区域在主刘海地方呢，我们进行一个深浅交替的一个点剪；在副刘海区域呢，我们进行一个向下的滑剪。这边将头发挑起来在主刘海区域，垫梳子可以垫得略微深一点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空间去进刀。你想它的一个空间感强烈的话呢，你就剪刀，你看像我这样进得深一点，进得深一点，剪刀一定要直进直出一定要直进直出，不要摆斜的，这样去看，不要去破坏整体的轮廓剪刀直进直出，先把里面的亮通透感给做好，一定要看得均匀。
剪刀进刀的深度啊，进刀的位置均匀。然后里面点好之后呢，可以把发梢这边发梢也是一样，间隔的均匀，切口去做柔和啊。那么看这样点完之后呢，它是非常柔和的，无论是从空间感还是从这个发梢细腻度啊，还是很柔和的。好，这边再来一片啊，这边也是一样，在我们的瞳孔以上这一片，这一片呢也是一样，电梳子可以略微的深一点。我们进刀呢，你看，先打内部的空间感，内部的空间感打完之后，我们再去做发梢切口的柔和度。比较厚，我们可以再去多打几刀。如果发量不是多的呢，这个步骤就可以省略掉了啊，不要做过多。OK， 内部亮感去完之后，再把发梢的切口适当的去做点柔和。同样，你看这个细节，它是非常柔和、非常自然的，依然是没有去破坏我们的轮廓的形状。这一边也是一样。所以有些呢，我们去修饰这样的一个刘海，有些修着修着就修饰过多了，所以一定要去注意。它的原理掌握了，修饰就变得简单。如果说原理没有掌握呢，修饰等于说是在乱修饰啊。继续，先去亮，再柔和。去亮归去亮，柔和归柔和。肉眼去看比较厚的地方呢，我们就剪刀伸进去，剪刀伸进去。打完之后再去角度降低一点点，把这个发梢的一个柔和度通过点剪我们去做好，非常细腻。这边它落下来之后也是一样，非常柔和，无论是从内到外它都是非常自然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情况下，我们再去做造型呢，它里面的虚实感会更强烈。好，来到我们的旁边边缘区域啊，边缘区域这里分开看到这些比较厚实的这里先把它给夹起来，这里取出条状向下去滑取出条状向下去滑。在没有靠近发际线这里呢，我们都可以去从发中去下刀这里没有去靠近发际线，我们都可以从发中下刀这一步也是相当关键的包括在这个表面也是一样。当来到我们发际线这个区域，我们下刀呢就要小心一点了。我们要取条状，去打发梢1/3处非常细腻的1/3处。在脸基线这个地方去做修饰呢，一定要小心，越细腻会越自然越细腻呢会更均匀。包括去检查一下我们鬓角这边也是一样，非常细腻去做这样去做，它的质感呢就一样了。从镜头去看，质感就是一样了。所以说非常细腻柔和的感觉呢，要通过裁剪，通过修饰才可以得到那么将这个头发我们落下来之后，其实这里还有一层这里还有一层，我们向前去分这里是质感区这里是质感区。所以再去打这一层的时候，我们将头发拉出来去打发梢去打一点点的发梢，保留这个质感区这里也是亮感区不能去打得过多，不然的话质感会丢失，只能在发梢这里稍稍的细腻的去做。所以说修饰它分很多区域可以去参考我们的讲理论的视频先把理论给搞明白，再去结合到实操，这样会对我们很有帮助。这样等级线细节它就有了，非常自然。好，这个是头顶区域了这一边呢就完成了。来到这一边，这边我们先把这个脸基线这一片这里分开其实这边呢，刚才再去打侧面的时候，已经把这个边缘线这里做得很细腻了
所以呢，里面这一层就不需要我们去做了，我们只需要把这一层分开，把这个表面的质感区啊，刘海的质感区，我们像落下来之后去检查一下，去挑着把发梢这里非常细腻的把发梢这里，好，这边一样的啊。刘海的质感区拉起来，把发梢这里过渡一下就没问题了。那么这样整个头呢就已经修饰完成了，得到非常柔和、有空间感啊，有细腻度、有线条感极强的一个发型效果。好，修饰完之后，接下来我们去把它做一点点吹风，做一点点弧度，做一点点微造型啊就可以了。好，我们第二款的发型呢就已经全部的演示完成了啊。我们剪了一个圆形的结构，如何在圆形结构上去使用牙剪啊，以及呢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修饰工具翘剪的使用，翘剪的每一个手法、每一个功能以及每一个手法的作用。然后这些手法的话，我们看过学过之后，都必须要去多加练习啊，增加我们翘裆使用的一个熟练度。当然，各位在去看、在去做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记住一定要发在我们的辅导群，我们在群里面去做互动、去做问答，好吧？那我们下一期见喽，拜拜。